么这个 wiper 可以给你用成这样子？为什么车有一股哈味的？哇，这样的把洞在这边呢？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在我身后这辆第一代 Toyota Vios， 我相信长期有 follow 我 channel 的观众朋友应该会不太陌生啦。因为这辆车呢，之前我拿来做过一次的 review， 还没有看过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点击右上方链接去看一下啦。但是为了新来的观众朋友，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这辆车的由来。在第一次 MCO 过后，就是2020年7月份过后，我就出了我的Toyota GT86，所以我就把这辆车 pass 给我的小助理 Mr. 去使用啦。在 pass 给他之前，其实我是蛮照顾这辆车的。但是啊，经过了这1年多的时间过后，现在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到底被 Mr. 摧残成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些修复啦。好了，现在就让我带你们看看一下这辆车它到底损伤为如何吧。Let's go。OK，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前面到底被它用成什么样子。可以看到 ，OK， 哦，这个 bumper， 这个好像是之前就已经有了的，但是这个划痕，我在交给你之前好像是没有的哈。你记忆力出错了，应该是有的吧？嘿，我没有画到这样子 ，OK， 我交给你的时候是美美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哎，发现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个 wiper 可以给你用成这样子？我蓝呢？凉粉吗？凉粉。量你的头啊！凉粉，别看你哦，凉粉。阿拉妈，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换掉，看一下。为什么你车有股哈味的？哪里有哈味？哈密瓜味就有啦。哇，这个味道哈密瓜很上头哎。OK， 这样子驾车不会淹水，不会发生意外。我第一次听过这种烂借口，到底载了什么东西？哈密瓜。我有2个狗大那边，你去做拉拉木载货啊？没有啦，一个而已。一个，我有放盒子在那边。打包方便吗？打包方便。叉粿条、粿条羹那些了吗？怪不得最近你越来越肥了啊！没有咯。我们再看一下1 kg 咯。后尾。哦，这个 skirt 有点开了，不过打钢可以解决啦。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惊天大秘密。这个不行。嗯？你卖八洞啊？没有卖八洞。哇，这样的八洞在这边呢？18罗汉在里面休息。18罗汉，我看这里不止18罗汉哦，你在摆什么八洞阵哦？34字吧。哇，蓝呢！我这个还没有空手试，不要这样。哎呦，有空手试，有空手试，今晚就手试了。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319922 315046，拜托，已经 overdue 了差不多5000公里，加上这个 last service 是20年。你这样懂 sticker， 你要我看哪一张哦？没有啊，就这一张啊。太多了，不会看啦。你 overdue 了2年没有换黑油。MCO 我没有出门呢。这个不是一个借口，保养车就要定期去换黑油。哎呀妈，真的是啊！你没有得空出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我 pass 给你过后，好像就没有换过黑油了嘞。哦，是，还有忘记打开玻璃盖，看一下到底玻璃里面。不可能 engine 给我加到反过来的嘛，对不对？反过来是不会啦，里面可能藏有老鼠，我不懂啊。没有可能。看 engine 就这样肮脏。没有可能。啊，我看到了，漏油。漏油。那挖卡不开始漏油了。那这样你帮我换掉它咯。所以今天我们的修复呢很简单，挖卡不漏油，换 gasket， 然后那条凉粉，那个 wiper arm 凉粉就要来换一下。之后可能下个星期我才来跟他换那个黑油啦，因为这个还有下个星期，等下你又讲我加多1000个 kilometer 哦。因为我不换黑油的原因是，我现在换了这个 wiper gasket 过后，我要看它还会不会有漏油的情况。如果我马上换新的油下去的话，等下还有漏油情况，你的新的油是不是浪费了？对，到底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干吧 ，Let's go。好，现在我们就先来换这个变成凉粉的 wiper blade 吧。今天我换的这个牌子是 NWB。我相信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对于这个牌子可能比较陌生啦。这个牌子的话，它其实是蛮不错的，我用了很多年，加上这辆 Vios 我用了很多年。它的好处就是
你怎样用它都不会有那种噪音啊，我会觉得很烦啊，因为我对声音这种东西会比较敏感。然后这个 NWB 呢，它这个牌子，它其实有帮很多原厂做代工的 wiper blade， 可是它的一个缺点就是贵，好像这两只 wiper blade 长的就55块，然后短的就35块，两只 wiper blade 加起来就90块钱啦。我不太懂现在这个 Shopee 或者Lazada有没有卖这个牌子，因为我是去实体店买的，跟我朋友那边买的，然后算公账啊，反正不说还钱嘛，是不是？所以用贵一点的 ，OK 的，这种东西是1分钱1分货。但是在换之前呢，我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NWB 为什么我会讲它好，你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有打水哨。你看一条 wiper blade 用了这么多年，它已经变凉粉了，它完全不会有那种跳的痕迹，所以我对这个牌子是蛮有信心的。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1分钱1分货，它真的是很好。好，其实换 wiper blade 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 wiper 转上来，把这个 clip 按下去，推下去，拿下来就拆出来了。装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把你的这个 wiper arm， 你看这个有 clip 的位置，啊，有 clip 的位置向外面，然后把它拉一下就好了，现在烫一声就可以了，就完美解决了。没有水了，哇，是不是比之前好很多了啊，Mr？是。好，现在我们就换一下那个挖 cover gasket 吧，那个漏油的挖 cover gasket。现在我已经把上面的那个 top cover 已经拆掉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挖 cover 这边是开始已经有非常严重的漏油情况，所以我就要把它的 gasket 给换掉啦。换这个 gasket 其实也不太难啦，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就拆什么东西啊，然后知道可以把这个挖 cover 拆出来就可以了。其实 Vios 的不太难拆了。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干，把这个挖 cover 把它拆出来吧。Later， 经过了10分钟，大概有10分钟吧，我们终于把我们的挖 cover 已经把它拆出来了。So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对于如果可能你们有兴趣 engine 内部的构造，可能可以给你们看一点点这个东西啦。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 timing chain，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exhaust valve， 有8颗，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intake valve，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camshaft 啦。So 就是 timing chain 在转动的时候，它会带动这个camshaft 在转动，来让它进行那个什么进油啊，然后燃烧啊、排气啊这些动作，就是通过这样子来进行啊。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我这台引擎大概也是有200多千、300多千公里数啊。因为平时我有很好的照顾它，所以可以看得出里面没有太多那种很油泥的情况，其实还算是很美的。对于一辆已经快要接近16、17年的车，这样子 engine 状况 condition， 我觉得是还是蛮不错的。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挖 cover 的 gasket， 可以看到啊，这个它已经硬掉了，这个塑胶已经硬了，我觉得已经是真的是够中了，这已经算是够中了，硬到去脆了。让我们看一下原本它的星星的状况是怎样的，这个已经是硬到顶壳壳了，已经打不来8盖了。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新的是什么状况。不过在看之前，我会先把这个挖 cover 呢先洗干净了。好，所以我们就开洗吧。1 hour later， 花了1个小时多，我已经把这个挖 cover 洗干净了啦。虽然讲洗得不是很干净啊，可能对于一些长期有做 foreman 工作的人来讲，可能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让他们笑笑就好了。但是距离我做 foreman 的工来讲的话，已经是有10年没有做 foreman 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话，就请大家见谅吧。再来就是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这个挖 cover gasket 呢，它已经是顶壳了啦，硬了的。所以今天我们换上的是原装 Toyota 的挖 cover gasket， 我没有记错，好像20几块、30多块吧。然后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到底
它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我会说它已经顶扣扣了？看一下它还没有顶扣扣之前它是怎样的。OK， 它原装的时候它是 solid 软的 ，OK， 软的，所以啊，这个就是原装的 OLED 的新的啊，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放上去啊，就再把这个 wall cover 绑上去 head 啦，然后可以看一下我的 head 这边也是有做了一些清理啊，虽然讲可能不太干净啦，但是我能做的我已经做了，可以清的我已经清了啦。来特写一下，我不懂大家会觉得干不干净啊，但是我觉得以我的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算是 OK 了，一个已经快20年的引擎。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装上去吧。好，开干。按进来，然后过后我会在上面涂一层 gasket gum， 可能有些人会涂，有些人不会涂，我是会涂的那一类人士啊，因为我比较怕死，我不想再做第2次工作，所以我会把它涂成一层 gasket gum。好，现在我要在这个新的 wall cover gasket 上面呢涂上 gasket gum 啦，就好像挤蛋糕那个 cream 这样。把它挤上去。A little later， 好，涂好了。之后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 wall cover 装上去我们的 head 上面了。Later， 可以看到跟之前是 raw tone color， 所以证明我洗的还 OK。好，现在我们就把螺丝绑上去了。好，现在我们要 start 车，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蛮期待的。1、2、3，哎，成功了，没有问题 ，engine 也没有抖，声音也很好听。来，我们看一下前面到底什么情况。好，可以看到暂时性我没有看到我所说的地方有什么漏油了，状况也很好。但是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可以知道换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真的是失败的话，就得拆出来重做了。好，下面来总结一下吧。好，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对于这个 NWB wiper blade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自行到 Shopee 或者Lazada搜索看看啦。我个人觉得这个 wiper blade 的质量其实是蛮不错的，当然前提是你要买到 original 的，你才可以享受到它的 quality。而对于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的维修，今天我的心得就是，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你只要花一个不到5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 original 的了。但是呢，里面所花的时间啊、体力啊、精力啊，这些都是平时你无法用钱所买到的。所以对于那些勤勤恳恳为我们修车的 foreman 大哥啊，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因为他们花他们的青春、时间、体力、精力、金钱来进步他们的手艺以及工具，来为我们修车。所以观众朋友，平时如果你们去修车的话，这个 foreman 大哥他的开价不是很过分，就不要去做太多差价啦，要不然SPANA给你，你继续修咯。一个字，绝。而对于这个 Vios 的话，下个星期我会为它进行一个换油的工作。如果这个 wall cover gasket 是没有再继续漏油，当然我还会为它进行一个杀菌除臭的工作，来尝试一下一个新产品啊。这个产品也是我从Lazada买回来的，但是也不是业配啦哈，来尝试看看这个产品会不会 work。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出去。当然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呢，也谢谢你们的支持，也先预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好，我们下个星期视频再见啦，拜拜。